下次打人别自己下手，一来你没多少力气，二来仔细手疼啊。不管施宣瑶打什么主意，敢骂他就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快升堂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杀人放火了吗？比那个都可怕，施家的七少爷被人绑了，就在衙门门口，只等着正主来就要击鼓呢。我打听清楚了，他辱骂萧小姐，萧小姐不可罢休，状告施家，让他赔礼道歉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萧小姐牛，跟施家杠上了。施宣瑶和燕王那点不得不说的事儿，洛城百姓都知道。现在萧天爱和燕王订了婚，施宣瑶还有什么盼头？现在看来，从一开始施家都是中意燕王，不想和太子扯上关系。不管施宣瑶是背后挑唆，还是这个傻缺小子自己不服蹦出来挑衅自己，他都要借着这次机会昭告天下，燕王是他名正言顺的夫君，什么前女友心机婊的都死心吧。见过燕王殿下，萧小姐。给大人添麻烦了，还请大人秉公处理，还小女子公道。堂下何人啊？报上名来，你可知罪？施家是文官世家，施风雨却是其中的另类，从小酷爱习武，读书反而不感兴趣。燕王在他小时候教导他一套拳法，对燕王的感情如同师父一般，现在把他当犯人审问，施风雨心中委屈又愤怒。小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施风雨，我没罪，他还打我呢，脸都肿了，我还要告他呢。跪下！你当谁的爷呢？公堂之上，岂容你放肆？你无故辱骂萧小姐，你可认错呀？我没错，他就是不要脸，不知廉耻，勾引男人。以后我见一次，我骂他一次，别以为用这种法子就让我屈服，做梦去吧。温大人，证据确凿，犯人死不悔改，诋毁我王妃，按律该怎么判？监禁3月，罚银若干，赔礼道歉，拒不认错，加倍责罚。那就判吧，想必6个月牢狱会让他想清楚的。不就是6个月牢狱吗？小爷不怕。你们，九哥，你不配我大姐姐对你的好，我恨你。我这个正牌王妃被你骂都没哭呢。王爷，我的心好痛啊！太后赐下的婚事3媒6聘，礼部主持的婚事，我自然不曾有一丝错处，为何被他指着鼻子骂？我清清白白的姑娘家做错了什么？来人，给我取白绫来，我吊死在施家门口也是我的清白。石风雨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就算过去你堂姐和王爷有什么，现在明媒正娶的是人家萧小姐，你骂人家就不讲理了。堂堂男子汉欺负人家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啊？心胸狭窄，以后啊，咱都不跟他玩了，丢不起这个人，休以与他为伍啊！谁敢欺负我女儿啊？当我萧家没人了吗？嗨，你还好吗？别怕，娘亲给你撑腰。娘亲，我没法活了，我和燕王3媒6聘定下的婚事，为何又被他如此羞辱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未被人这么骂过，我没脸见人了。不是咱的错，咱不哭。疯狗狂吠，你还能跟狗一般计较的吗？你骂谁疯狗呢？谁满嘴喷粪乱咬人，谁就是疯狗。亏得施家还是太子太傅呢，就教出你这种不懂礼数是非不分之人，愧对无数读书人对施家的尊敬。你说我就说我，与施家何干呀？我就是看不惯他，我就是要骂他，装的可怜兮兮的，当我看不出来吗？别拦着我，让我一头撞死算了。还偷偷冲着施风雨做鬼脸，我就是装的，你能怎么样？敢骂我，气不死你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施宣瑶才是不要脸，破坏自己感情的小三。以后提起燕王，再不会有人把他跟施宣瑶联系在一起。第一个想起来的，只能是他萧天爱。这就是他这次铁了心闹大的目的。施宣瑶敢恶心自己，自己不还他一份大礼，就不是萧天爱了。你这个奸诈可恶的贱人，我不会让九哥被你骗的。你还敢动手？大胆！公堂之上，你太放肆了，
来人，快把他拉开！咆哮公堂，杖责30，扒了裤子，给本官打！住手！何至于此呀？犬子给大人添麻烦了，求温大人开开恩，暂停刑罚。在下管教无方，是在下的错。先退一下。石大人呀，不是本官不给你面子，是令郎太过嚣张，辱骂人家萧小姐，诋毁人家清誉，还想动手。你说说，本官能不打他吗？这么多人可都看着呢，他就差把我这京兆府给掀了。施家也是书香门第，令郎如此跋扈，真的让本官很是意外啊！都是在下教子无方，给诸位赔罪了，还请诸位饶恕则个。改日押着这个孽障亲自登门赔罪。不敢当，赔罪不必了，我们萧家受不起，只求令郎放尊重些。谁家姑娘被他指着鼻子骂，还怎么做人啊？我萧家虽然比不上你们施家显赫，却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小兄恕罪，都是在下的错，求小兄看在犬子年幼不懂事儿，原谅这次。我代表施家亲自登门赔罪，绝无欺辱萧家之意，都是这小子自作主张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施少爷是对太后的赐婚不满意呢，明这是冲我来，天知道心里怨恨谁呢。施大人好，你家公子可说了，我抢了施炫瑶的婚姻，不知道你家和燕王有定下婚约的吗？如果其中有什么内情，我马上退出，绝不做横刀夺爱之人。没有的事儿，哎呀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施庸看燕王的样子，就知道家族的盘算怕是要泡汤了。绝无此事，萧小姐请放心。那就好，我萧家最看重礼义廉耻，可不会做那些伤风败俗之事。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施家不顾礼义廉耻，伤风败俗了。抱歉呀，都是我家的错，萧小姐大度，放小儿一马，日后在下重礼酬谢，登门道歉。大人懂事儿，我们也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，还请施大人好好管教，再有下次可说不过去啊。多谢，在下告辞。温大人打扰了，改日请你喝酒赔罪呀。你瞪什么瞪啊？不服来找我，欺负女孩子算什么本事啊？打就打，小爷怕你。够了，混账东西，还嫌惹祸不够吗？师子见谅啊，本官会好好管教他的，不会有下一次了。都是我的错，让岳父岳母担心了。施家的事还没完，我会亲自登门说清楚这件事，不能让爱爱为了一些流言受了委屈。算了吧，已经说清楚了，施家的门还是不要登了，外人知道了不定怎么传呢。我相信王爷比什么都重要，咱们将来要携手一生的，一点小意外不算什么。谢谢你相信我，你说不去我就不去了。天色不早，我做东，请岳父岳母天落吃顿便饭。去酒楼吧，本来今天要去赛马场的，不如继续，咱们去喝羊汤，吃羊肉锅子，烤羊肉串吃。那里的全羊宴堪称一绝。爹娘亲，今天咱们大吃一顿。行啊，就去吃全羊宴，你娘亲还没有尝过呢，为父心里一直惦记着呢。那就走着，下午看赛马打马球，玩够了再回家。对不起，是我没处理好这件事。风雨这孩子小时候总爱黏着我跑，我对他跟弟弟一样，那2年其实玩得挺开心的。没想到他现在如此莽撞，大放厥词，冲动无理，我真的很失望。10年时间改变了太多的人和事，还好我遇到你，谢谢你嫁给我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春华是你，夏雨也是你，秋黄是你，四季冷暖是你，目光所至都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是你，荣华是你，心底温柔都是你，目光所至只有你。哎，有你真好，我也是，往后余生只有你。咱们说定了。疼，轻点。王爷王妃到了。
这么快就到了吗？你看看我的簪子歪了没有？没关系的，下次车里准备镜子，我自己看看。咱们下车吧，别让大家等咱们。好。哎，等我找到名医，好好医治眼睛。以前瞎了，我觉得没什么，现在却想看看我的爱有多漂亮。好，我也帮你找，咱们一起努力。哎，来娘亲这儿来。娘亲，下次咱别带弟弟，他影响你和爹爹说话了，让他自己玩去。姐啊，你是有了姐夫不要弟弟了吗？真是亲姐，太狠心了。天洛别吃醋啊，姐夫疼你。你没听过吗？父母是真爱，孩子是意外，何况姐姐姐夫，你能活着就该知足了。实在不服，也找个媳妇儿去，让媳妇儿疼你。哈哈哈，哎，说得对，多大人了还让人哄，当初要你姐姐一个就够了，要不是需要儿子堵住流言，老子都不想生你。你娘亲生你一场很辛苦的。不是，爹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好惨啊。别听你爹瞎说，娘亲疼你。大哥，这次是风雨擅自惹祸，我已经罚他跪祠堂，四书读不完不准他出府，只是不管怎么罚他，造成的恶劣影响也难以挽回了，对宣瑶怕是不大好啊。武将什么态度啊？我看着燕王很在乎萧小姐，不曾问起宣瑶啊。无妨，此时娶亲对燕王也有好处，宣瑶那边我自有盘算，耐心等着吧。是，这次风雨固然有错，可我审问过了，宣瑶派了丫鬟跟他见过面，宣瑶对燕王还不曾放下呢。无需放下，你无需多管，瑶儿那边我会警告他的。风雨这暴躁易怒的脾气也得改改，骂人这种事儿非要自己上场的吗？莽夫之举，你好好教导他。我记下了，大哥没事儿我就告辞了。小姐，萧家和施家闹得这么凶，萧天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您不该高兴的吗？哼，高兴什么呀？是谈资，这也成功让大家记住了，他萧天爱才是正经的燕王妃，是燕王真正放在心上的人，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打消了大家对施宣瑶的同情，他才是真正的受益者。哼，好手段呐！换做我是做不出来的，也没那个勇气跟施家撕破脸。哼，好一个萧天爱，难怪能让燕王如此宠爱。小姐，计划失败了。我知道了。好一个萧天爱，我不在城中几年，冒出这么好人物来，小瞧他了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再等机会吧，是我操之过急。可是他们已经订婚了，小姐等了这么多年，被他夺走燕王妃的宝座，将来咱们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只是订婚，成婚怎么也得1-2年筹备，机会多的是。萧天爱以为他占了多大便宜，却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。无知者无畏呀。哼，有他后悔的时候。后不后悔萧天爱不知道，反正这一场他完胜。又看清赵无疆不是那种优柔寡断，见了前女友就拎不清的人，对2位的未来有了信心。小姐，再过几天是太后的寿辰，您这个准媳妇儿可要好好准备礼物啊。太后寿辰，这个挺重要的。太后作为后宫最成功的女人，什么都不缺，这个礼物确实不好送。小姐，燕王殿下送来的礼物，底下送的贡品，他给您送来一些，让您看着玩。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好漂亮的琉璃杯子啊！这一对可难得的呢，在铺子里能卖到1000两银子呢。物以稀为贵，若是能烧制出玻璃来，可是挣钱的暴利买卖。可惜啊，他数理化学的一塌糊涂，劳心劳力去做实验研究，他可没那个耐心。反正也不差钱，还是算了吧。他怕是史上最懒的穿越者了。收到库房去吧。小姐，这2匹缎子是最新花样的软烟罗，每年也就20-30匹的产出，只供宫里的娘娘们做衣裳。
你看看这些东西，像是燕王从太后那儿讨来的，别放进库房了，送到针线房做成春装，太后寿宴穿肯定亮眼。太后的东西她可真会给我拉仇恨，还没进门就还了婆婆的东西，太后能高兴吗？不会的，又不是亲生婆婆，太后也没指望您这个媳妇儿孝顺。秦嬷嬷，你可真会说大实话。算了，我也不能偷懒了，给太后准备礼物去，不能让太后对我有意见啊。您就是送根草，太后也会喜欢的，不喜欢也得装着喜欢，她不敢给您脸色看。嬷嬷，你今天怪怪的，你不喜欢太后？不是，我多嘴了，要去哪儿我让人备马。她才16岁啊，恋爱都没谈够，就要学着怎么做人家媳妇儿，怎么感觉不大对呢？刚出来的时候，她还想游历天下，自由自在的玩乐，还不到1年，居然要嫁人了，这个画风不对呀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小姐，马车备好了，咱们先去哪儿啊？哦，万宝阁吧，随便逛逛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礼物。小姐好，小的早盼着小姐光临呢，可算等着您了。需要什么，您尽管吩咐，给小的一个孝敬的机会。你叫什么呀？挺会说话的。我随便逛逛，太后寿辰，选件礼物，你帮我长长眼吧。小的汪权最近还真进来一批货，就是为太后寿辰准备的，您先选。不错，回头我在外公那儿帮你美言几句。谢小姐，咱们楼上雅间请，小的取来，您一一过目。萧小姐，请留步。你是？初次见面，冒昧打扰了。我是冠军侯的妻子，也是当今公主赵玉薇。大胆，见了公主还不跪下？见过公主殿下，不识公主真容，请恕罪。无妨，等你嫁给皇叔，就是我的婶婶了呢。咱们还是一家人呢。公主宽厚，谢公主。不知公主喊我所谓何事？自然是想结了萧小姐的心爱之物了。本宫也得准备皇祖母的寿辰礼物。萧小姐，不介意本宫一起挑一挑吧？公主言重了，你先挑。礼物只是心意，各有千秋，算不上截胡。好，都说萧小姐聪慧过人，懂事乖巧，温顺漂亮，皇叔选你就对了，比施学瑶那个眼高于顶的货色强多了。本宫就不客气了，合着在他眼里，自己和施学瑶都是一种货色，无非是成色好坏。要不要截留几件最好的？没必要因为一件礼物和公主结怨。萧小姐会选哪一件呢？虽然珍贵，也就那样，不算多稀奇。我也是刚来，看着哪件都好，不如越俎代庖。公主觉得哪件好，就选哪件吧。万宝阁不过如此，没几样拿得出手的好东西，本公主都没看上。掌柜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铺子里倒是还有几件珍品，小的都取来，希望能让公主满意。公主，小店的镇店之物可都在这儿了，您要是再看不上，小店也无能为力了。就这套祖母绿头面吧，这个名字好。多少钱？给公主最低价，要个本钱吧。看不起本公主呢，该多少就多少，本宫还能差你的钱？小店标价10万两，给您算9万两，公主意下如何呀？给他10万两。萧小姐留步，告辞。公主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小姐，这钱咱能收吗？收？为什么不收啊？他想用钱砸咱们，咱们怎么着也得配合才行啊，还能嫌钱烫手呀？不过咱们也不占他便宜，给他搭赠1万块钱的赠品，宝石金器随便什么，好换成钱的就行。还是小姐有主意，小的就这么办。不过小姐您要选什么礼物呀？小的跟你讲啊，冠军侯和燕王可是死对头，公主这次来就是冲您来的。你跟我说说这个冠军侯，他和燕王哪来的仇啊？来者不善，萧天爱自己要知己知彼才行。
无非是老将和新的首领之间的权力对决，注定不能和睦。秦佑帝将独女下嫁给冠军侯，就是打着扶持他和燕王打擂台的念头。哼，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卸磨杀驴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非要跟公主好好争个高下，不能丢咱们王爷的脸。燕王为了这个国家鞠躬尽瘁，流血残疾，还想折辱于他。哼，老皇帝太不够意思了。要不小姐送这挂珍珠帘子，同样贵重。不，帘子留着卖钱，我不怕占外公便宜。外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去找几个做首饰的师傅来，我有一个主意，保证压他一头。等我呀。逛街开心吗？挺开心的呀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从太后那里要东西送给我，太后肯定会想，人家都是儿子孝顺自己，到了他这儿，儿子从自己手里要东西给媳妇儿，该吃醋了。没事儿，我又不是他亲生的，这个醋吃不着。怎么跟秦嬷嬷说的一样啊？那也不行，该孝顺的还得孝顺，人家太后也不容易。你吃饭了吗？一起吃吧。可以吗？我看上次岳母就不大乐意我跟你来往，按说成婚前咱们不应该见面的。那你还来见我？行吧，咱就不见面了。燕王殿下，请回吧。为了你，我什么规矩都不在乎了。要我这么久不见你，我是做不到的。这样啊，晚上你留下来吧。啊，这个不太好吧？脑子里想着无数不和谐的画面，心中雀跃，却又忐忑。想什么呢？可以去天洛院子里休息啊，府里也有客房，还住不下你燕王殿下。我没多想，怕岳母不高兴，都听你的。行了，逗你呢，在我院子里吃完饭，吃完早点走，别让娘亲知道就行了呗。今天碰到公主了，她有为难你吗？也不算为难，不过也不亲近。公主嘛，傲慢些也应该，人家有那个资本，我有分寸，能应付。哎，总有一天，你不用跟任何人低头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尊贵的那个人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尊贵的那个人。尊贵这个定义是要看你怎么想，在我眼里，哪怕你是叫花子，也是最伟岸、最尊贵的那一个。世间事7、8分满则已，强求10分，老天都看不过去。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错了，真的到了那个位置，也不见得幸福啊。你看太后、皇上，尊贵无比的身份之下，照样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。站得越高，责任越大，需要妥协的事情也更多。称孤道寡，不见得有寻常农夫感觉幸福。你不觉得大逆不道吗？规矩是人定的，我只在乎本心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我不害人，却不会容忍谁来害我。我相信你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，既然做了，肯定有不得已的理由，所以你无需在乎我的看法。既然我决定嫁给你，就会跟你站在一起，共同承担一切风雨，不会拖你的后腿。谢谢你，我一直以为我会孤独走完一生，没有人真的爱我，我也不会去爱谁，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管不着自己的心，我才感到生活的快乐。你放心，为了你，我也不会失败。有句诗念得很好，悔教夫婿觅封侯，女人在意的只是夫君的一颗真心，哪怕吃糠咽菜也甘之如饴。绫罗加身，丈夫却形同陌路，相敬如宾。我更愿意我的夫婿平凡一些，能陪着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小心眼儿的丫头，敲打我呢。放心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等咱们老了，儿孙长大了，我陪你走遍天下，享受闲云野鹤的日子。好啊，我可记住了，咱们一起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，锄强扶弱，快意江湖。合着我家爱骨子里居然是个侠女呢，幸好你夫君身手不错，若是文弱书生，可不敢跟你出门，被恶霸抢走了，上哪儿哭去啊？去看看，燕王还没走吗？侯爷1刻钟回禀一次，小姐陪着燕王殿下在花园散步呢。哎呀，我说夫人呐，
你也不管管。要不我出面请燕王来咱们这儿坐坐。你呀，稍安勿躁，要相信自家闺女。燕王不是孟浪之人，你严防死守，下次他们不来家里了，去外面私会，你怎么办？什么？燕王他敢？他不敢，你的宝贝女儿不敢吗？那怎么办呀？该干嘛干嘛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年轻的时候不黏糊，等老成菜帮子再黏糊啊。哎呀，不管多老，该黏糊还是得黏糊。哎，夫人，咱们歇了吧。滚！账本还没看完呢，要歇你自己歇。明儿再看呗，仔细眼睛，我给夫人打洗脚水啊，泡泡脚，睡得舒服。参见皇祖母，祝愿皇祖母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好，快给太子赐座。朝中之事做得还顺利吗？还好，有诸位辅臣帮衬，不算什么难事儿。皇祖母放心，这是孙儿托人从南边带回来的孔雀羽扇，希望皇祖母喜欢。确实不错，太子有心了。可不是嘛，太子对您的孝心那是没得说，儿媳都没有孝敬，一心想着您呢。太子仁孝，哀家心里都明白。你这个做母亲的也有功劳，教导有方。等哀家100年之后，太子的孝心都是你的，不用吃哀家的醋。燕王殿下到。陈妹妹，你看看，燕王和萧小姐多般配呀，天生一对儿，神仙眷侣，看着都觉得舒坦。这大概是戏台子上演的爱情吧。哼，兰姐姐，我可不这么看。萧天爱看着娇弱单纯，心肠黑着呢，更是诡计多端。你也不想想，好人家的女儿会懂得那么多狐媚手段吗？陈妹妹说话要讲证据，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家狐媚谁了？施宣瑶可是前车之鉴，谁想污蔑她，也要问问燕王答不答应呢？儿臣参见太后，祝愿太后长命百岁，青春不老。老了还青春不老呢，不怕人家笑掉大牙。肯定是爱爱你想的鬼点子。江儿最是老实，可没这么多花心思。太后英明，女人最懂女人，不管多大年纪都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啊。我就不愿意过寿辰，恨不得永远16岁呢。瞧着小嘴甜的，哀家也不愿意过这个寿辰。没办法，皇上太子他们非要孝敬哀家，哀家不忍心驳了他们的好意。今天没请外人，都是自己家这些后辈，热闹一番就好。劳民伤财的事儿，哀家可不愿意做。那是您的福气，也是您仁慈万民之福。玉微公主到。参见皇祖母，祝福皇祖母寿辰快乐。快起来吧，听说驸马要回来了，你们夫妻又能团聚了。还有半个月呢，谢皇祖母惦记。孙女儿的小小心意，希望皇祖母能喜欢。孙女儿亲自从万宝阁挑选，还要多谢萧小姐割爱，让孙女尽一份孝心。算不上割爱，寿礼只是一份心意，尽到了就好，无关物品。公主真金白银买回来的，我可不能沾这个功劳。玉薇有心了，哀家很喜欢。韩果果，待会儿去库房取来哀家那对血玉镯子，赐给公主。谢皇祖母赏赐。萧小姐，你这个准儿媳妇儿，不知道送给皇祖母什么样的寿礼呢？我说了，礼物只是一份心意，最重要的是这份心。我比不上公主财大气粗，亲自设计了一款头面，太后别嫌粗鄙。这东珠居然没有钻孔，像是长在凤凰嘴里似的，不会掉下来吗？不会，我转一下，您看看。这个好，以前的东珠都会用金丝缠绕，谁也做不成这种样式的。东珠难得，谁也不舍得钻孔，好好的东珠就给毁了。收起来，改天哀家戴上。臣女现在就给您戴上吧，您戴这个更显年轻。好，来给哀家戴上。太后，您看看，我跟你站在一起，
大家会说你是我姐姐呢，哪像是做太后的人啊？哼，皮猴，哀家都做祖母的人了，打扮这么年轻，老脸都挂不住了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，对女子来讲，打扮得漂亮，心情就会好。您开心了，我们这些晚辈也会跟着高兴。太后，瞧瞧您这个媳妇儿，多会说话的。燕王眼光真好，将来进了门，天天来陪着您，您心情舒畅，铁定长命百岁。哀家等着呢。江儿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让礼部抓点紧，早日娶进门，哀家也能天天见着她。儿臣遵旨。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，老远朕就听到太后笑了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今日是家宴，无需多礼。太后啊，今日的簪子很别致啊，内务府新采购的吗？是江儿王妃送的，哀家觉得不够端庄，怕小辈们笑话。哎，不能够，朕看着很好啊，燕王妃有心了。赏。小婶婶，你就惦记着吃呢，我见过的女子也不少，属你能吃啊？我吃的太多了吗？没关系，本王养得起，能吃是福。爱想吃多少，本王管够。闻着挺香的，可惜本宫吃不下。不用放下了，送给燕王那一桌吧。本宫看萧小姐胃口好，给她好了。这道菜不用撤了，送她面前吧。本宫都没碰，就让你问一下，她不吃你端下去就是了。本宫也是一番好意，还能害了她不成啊？萧小姐，陈贵妃娘娘让把剩下的御膳都送给您，您看，放下吧。她不吃咱们吃，敢送我还不敢吃了吗？敢送我还不敢吃了吗？拿起筷子是面前的狮子头，他没注意到陈贵妃的手不自觉间握紧，神色紧张。小姐，这菜太油腻了，还是不要吃了。可是味道很好啊，嬷嬷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胖的。这是陈贵妃送来的，我怕。你怕她下毒啊？不能够吧？她找死不成？找一根银针来试一下。我这里有。银针没有变色，萧天爱也觉得陈贵妃没那么大胆子，公然下毒害自己。皇上，臣妾好心送萧小姐几道菜，她居然怀疑臣妾下毒，用银针试探。臣妾性子直爽，以前和萧小姐有些误会，臣妾还想主动低个头服个软，跟她和好。她这样怀疑臣妾，臣妾太伤心了。小儿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宫里的宴席，谁能害了你呀？是臣女多心了，在这儿给陈贵妃赔罪，请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可好？本宫是真的想和萧小姐和好呢，以前那点不愉快，怎么就此接过去？以后进宫来我宫里玩啊！好啊，贵妃娘娘大人大量，改天进宫定会去叨扰娘娘。那就好，宫里这么多娘娘都很喜欢你，那些麻将、鸡毛毽子都很好玩，本宫看着心痒，你记得也给本宫带一些来。这些菜你放心吃，我都没动筷子，不比你们年轻小姑娘怎么吃都不胖。这就对了，各自宽容些，和睦为主。陈贵妃有长进了呢，朕很欣慰。都回去吧，以后不许吵了啊。臣女遵旨。这女的肯定憋着坏呢，以后你多一眼都不准看她，听到没有？我也看不到啊。那就不许说话，更不许单独相处。好，本来我也没见过她，你吃醋了吗？当然，你有意见？没有，只是怕你气坏了身子。小姐，我年纪大了，经不住饿，这道菜赏给我吧。好吧，是我疏忽，你先吃着，待会儿上菜我再给你。跟着小姐我可不能饿着了，嬷嬷是我最倚重的人，可要仔细身体啊。谢小姐，小姐宅心仁厚，是最好的主子，能伺候小姐是我的福气呢。小姐，夫人传话让您回来，先去见她。你去吧，若是有事，让严修去王府递个话，我再过来。你回去吧，我知道了。
内宅琐事应该没大事儿。娘亲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找你，你都忘了我这个娘亲了。又想留燕王去你院子里的吗？注意些影响，差点没把你爹爹给急死。我知道了，下不为例。明天你表嫂就要来了，咱们出城接一下。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嘟嘟也会来吗？怪想他的。自然要跟着，没有你表嫂教导，他还不翻了天了。你表嫂这次来是为了楚燕出围的事儿，她不放心。行吧，咱们明天一起去接表嫂，我让人给楚燕也传个信儿，喊上她一起。最近她挺安分的，没闹幺蛾子，也怕考砸了丢人。今天进宫顺利吗？有燕王陪着，太后也喜欢我，挺顺利的。就是公主想作妖，被我给压下去了。冠军侯和燕王不和，他针对你也在意料之中，躲着点就是了。毕竟人家是正经公主，皇帝亲闺女。晓得了，娘亲放心，我回去洗漱换衣服啦。进宫挺累人的，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进宫。快去吧，洗澡水给你准备好了，多泡一会儿。你楚介远还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，哼，谁说状元是他囊中之物来着？牛皮吹出去了，更要努力，打脸的滋味又不好受。傲归傲，我可从未小瞧天下英才。哼，终于说句人话，看好你哦！只要中了会员，状元不在话下。凭你的名气，皇上不点你做状元，都是他没眼光。那是，准备好礼物，等我3元及第归来。好说，提前恭喜楚状元啦！你跟燕王最近怎么样了？瞧你的气色还不错呀。燕王那个人还行吧？人家赫赫战神，大雁的守护神，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，在你嘴里也就还行。哼，传出去，人家该骂我不自量力了。不过燕王真的很好，我很喜欢他，目前没挑出毛病来。你也不差，施宣瑶都被你搞臭了，你俩凑一对儿还挺合适啊。一个腹黑，一个狡诈，没毛病。一个腹黑，一个狡诈，没毛病。人家哪里腹黑了？我看你是嫉妒，后悔没追我。不是本小姐自恋，你这辈子再也遇不到比本小姐更好的女孩子了。小姐啊，就凭你这不要脸的劲儿，我都不敢追呀。女人呢，还是单纯点儿比较可爱啊。再过几天桃李花开，又到了踏青放风筝的日子了。咱们可以去赛马场，我记得那儿有个山坡，草丛丰厚，适合踏青。哎，可以在赛马场举行一个踏青节，让各府的小姐们也来玩啊。3句话不忘你的生意。我记得南方有个习俗，3月3是花神节，这一天女孩子都可以出门，其实就是年轻男女相亲的节日。这个可以借鉴，风俗需要引领。回头你仔细说一说，花神节都有什么习俗，咱们搞起来。表哥，我想死你了。表哥也想你了，小嘴真甜。长高了，也壮实了。读书怎么样啊？表哥回家考考你，读得好有奖励哦。尽管考，先生都夸我有进步了呢。堂姐，一路辛苦。还好。你功课怎样？有把握吗？你就爱瞎操心，我能考不中？要谦虚，自大过头就是自负了。哎，不是说你能力不行，而是科举运气也占很大一部分呢。我的运气一直不差，堂姐不用担心我，考过就知道了。走了，进城我给你接风。等一下，还有件事要说。姑姑，对不住啊，怕是要给你添麻烦了。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姑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撑得住。我也不想的，可祖母她坚持让我带人来，我也没办法拒绝，你自己看吧。姑姑好，表姐好，以前的事儿都是我鬼迷心窍，我知道错了，求姑姑表姐原谅我，我一定会改的。你哪来的脸让我原谅你？母亲真是糊涂啊，狗能改得了吃屎吗？姑姑，我也是被吴坤白逼的，我也不想害表姐，后爷来见姑姑就是想赎罪的。姑姑要是心里不痛快，我也没法活了。一根白绫自我了断来的干净，没脸活下去了。表嫂，
外祖母心软了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，是谢家上门提亲，家里没办法拒绝，只能让姑姑出面应付了。谢家很厉害吗？谢家只是工部四品主事，但是谢老爷是韩宰府的七弟，有韩宰府撑腰，能看上沈家一介商贾，谢家真够屈尊降贵的。韩宰府，吴家背后的人就是韩宰府。说起来，自己跟韩家还有仇呢。先扶表小姐去马车上。在下谢志平，韩宰府是我姑父，特意来看我未婚妻的。沈小姐可在？可曾有婚约？你怎么说我表妹是你的未婚妻？三媒六聘下了吗？姓谢的，你想逼婚不成？我认识你，萧二小姐，未来的燕王妃嘛，咱们以后可是一家人呐。我亲自来接人，就代表了家里的诚意。这么好的亲事，沈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。萧二小姐还是少管为妙。滚！萧二，给你脸了还？你敢让我滚？今天本小姐心情不好，别惹我，后果你自己掂量。今天本小姐心情不好，别惹我，后果你自己掂量。少爷可不敢惹他，太子都让着3分，石风雨差点坐牢呢，好男不跟女斗。行，爷今儿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来日方长。沈小姐，我先走了，改天请你看赛马。回府。原本送了小姐去乡下庄子里养着，派了不少人看守，她这辈子休想走出山庄了，留她一命都是祖母不忍，毕竟是亲孙女，娇养了10多年。可是谢家突然来提亲，指名道姓，又搬出韩宰府来，祖父无奈，让我先带她来洛城，请姑姑帮着拿个主意。正好楚燕科举，我一来照顾她，二来跟你们商量对策，真是烫手山芋，怎么做都不合适啊。表嫂别担心，我问清楚再说。韩宰府势力再大，他谢家还能逼婚不成？约了燕王午膳在樊楼吃，我请客。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了，受宠若惊啊。一顿饭就让你受宠若惊了，你也太容易满足了。我的饭可不是白吃的，真有事儿。韩宰府的外甥要跟沈家结亲，这其中要说没阴谋，我是不相信的。韩老贼把手伸到我头上来了，胆儿肥了。韩家一直是太子的死忠，对皇上更是忠心耿耿。上次吴家的事儿，老贼没占着便宜，现在终于反击了。怎么办？沈家要是不答应，是不是就得罪了韩宰府？可要是答应了，就是第2个吴家，对不对？我家王妃真聪明啊，说得对极了。先拖着，我和幕僚商议一下对策，肯定不能把沈家往火坑里推。先谢谢我家夫君了。没奖励的吗？你真的每次都是你怂，还非要挑衅我。我给你奖励，你敢要吗？燕王殿下。嘿呦，老大大白天的来找我，什么急事儿啊？去查一下谢志平这个人，包括谢家还有韩宰府，尽量查得仔细些。您稍等，这些都是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家，咱们一直有收集他们的信息，我去给你取来。谢家大老爷这个人交友广泛，豪爽仗义，3教9流都有接触，很多韩宰府不方便做的事儿都交给他去做。这个儿子也是5毒俱全，比贺思远还玩的野，直接拒绝可就撕破脸了。萧家还没那个底气跟人家堂堂宰府斗，还得想别的招。方大勇，你给我出主意，怎么办才好啊？好办啊，咱不能拒绝，就得从对方身上下功夫。谢志平这样的纨绔子弟，随便一抓都是把柄，只要他不敢娶沈小姐，事情不就解决了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从谢志平下手，你多派人手留意韩家。韩老贼之前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找不痛快呢。哼，正好让姐练练手，正好让姐练练手。走了，算你立了一功。老大，你就是这么赏我的，老命都要没了。身手这么弱，多练练，别把精力都浪费在女人的肚皮上，还好意思诉苦。不是，老大，你真的是女孩子吗？谁家女孩子如此生猛？燕王殿下他知道吗？
要你管。我赢了，红红，我太喜欢你了。赏，给红红加餐，黑豆牛奶随便喂。明儿再战，我就不信你那狗屁的红红能一直赢。贺少，这边来。你让爷去，爷就去啊。你算哪颗葱啊？爷不要面子的吗？萧天爱心里那个气，手指掰得嘎巴嘎巴响。我的乖乖，不会是那位姑奶奶吧？你是？如你所想，别跟你舅舅说，后果你自己想。我问你，想不想赢了谢志平？啊，想啊，做梦都想。舅妈，你有办法啊？你照我说的办，我保证，以后谢志平永远是你的手下败将。舅妈尽管吩咐。谢志平这家伙仗着有个宰辅的姑父比小爷都嚣张，早想杀他的锐气了。谢志平，老子今儿把家当全带来了，不信赢不了你，你敢不敢跟老子再赌一场啊？一早给爷送银子来了，真有孝心，比就比，手下败将，爷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贺思远啊，你是要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吗？我建议你换一匹马，别说我不给你这个机会啊。你说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开始吧。红红就是争气，老子恨不得搂着她睡呢。姑奶奶，我最近很乖的，没上街欺男霸女，你可别坑我呀，好歹我喊你一声舅妈呢。耶，老子赢了，太棒了，老子终于赢了。侥幸而已，再来。行啊，3局2胜，爷今儿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不过筹码可不能这么算啊，最低5万两，你敢不敢？5万两对谁家也不是小数目，更别说谢家不是他当家，每个月的月例银子都是有数的。怎么怂了？不敢了吗？以后见着老子绕着走，叫我一声贺大哥，咱还是好兄弟嘛。赌就赌，不就是5万两吗？老子不差钱。行，我带的足够了，你的呢？谁出门带那么多钱呀？老子是赖账的人吗？口说无凭，立下字据来，诸位做个见证，如何啊？第2场枣红马胜，第3场尤为关键，最后又是大黑马险胜。完了，我爹肯定会打断我的腿。谢志平啊，愿赌服输，什么时候给银子呀？这个，哎呀，贺兄啊，通融几天，我想想办法啊，放心，肯定不会赖账的，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，给点面子。谢志平，你也有跟我服软的一天，这个感觉爽。5万两呢，可不是小数目，你爹能给你啊？都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谁不知道你那点底子呀？这个钱我不可以不要，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，哎，别给我下套，对谢家不利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。哎，那不能够啊，哥哥也不是那种人啊，不会伤害到谢家。听说你想娶沈家小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想干嘛？实话跟你讲，我对沈小姐一见倾心，还请谢兄割爱啊。只要你想办法拒绝了沈家的婚事，这个钱我就不要了。那行吧，说话算话啊，君子成人之美，我豁出去了，等我的好消息。谢志平眼神闪烁，很快有了主意，自己觉得完全行得通，顶多挨顿揍，换个5万两的赌债，值了。表姐今儿个怎么有空来看我了？你是府里的客人，我作为主人关心一下不是应该的吗？哼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也不用装什么姐妹情深的，有话直说吧。那好，我也不绕弯子。今天上午谢志平在谢主事下了早朝回家之后，在路上堵着他，请求他爹接受他的新娘子，一时间满城轰动，谢志平差点没给他爹打死了。萧天爱，你就见不得我好过，我上辈子伤了你父母，还是抢了你的男人，你要这么对我？表妹这话怎么说的？自始至终都是你害的我可有主动害你？自己心胸狭隘，只会怪别人。你这样就是给你个皇后当，也是个悲剧。好好一手牌给你打得稀烂，哼，我瞧着都觉得可惜。好，顺便跟你说一声，谢志平想娶的人是个男的，也就是说他不喜欢女子，是个断袖。你就是想要偷偷去找他，
打什么生米煮成熟饭的主意怕是不行了。贺思远这家伙真够损的，彻底绝了谢家娶沈浅黛的路子。谢志平也是个奇葩，闹得全城皆知，以后谁肯把女儿嫁给他啊？你！沈浅黛差点没气得晕过去。他好大的本事，居然能让谢志平做到这个地步。表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害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这就对了嘛，都是一家人，非要弄得你死我活，有意思吗？外祖父外祖母疼你这么多年，就是养条狗也知道感恩呢。你既然知道悔改还不算晚，收拾一下，去跟娘亲道个歉。他这些天因为你的事儿，吃不好睡不着呢。好，劳烦表姐稍等。小姐，老奴瞧着表小姐是在敷衍您呐，您可别上当啊。那么依嬷嬷看该怎么办呢？那就要看小姐狠不狠得下心来。这种不守本分的小姐，送到庙里陪伴佛祖，过几年没人记着她，病故也是寻常的。赖嬷嬷好手段，看来这种事儿没少做呀。老奴不敢当，大部分家族都是这么做的，老奴只是以事论事。好大的胆子！你当我不知道你们慢待表小姐的事吗？是不是看我年纪轻，耳根子软，好忽悠啊？哼，我看你是活得太久了，忘了奴才的本分。主子怎么决定，你们怎么做，需要你来教吗？当我不知道你撺掇满院子奴才慢待表小姐的事儿吗？她再不好也是我表妹，我能欺负，何时轮到你一个老刁奴来欺负了？何时轮到你一个老刁奴来欺负了？小姐冤枉，老奴哪敢呢？老奴一辈子在府里当差，恪守本分，不曾有过二心，老奴真是为小姐好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，倚老卖老呢？我何时需要你一个不曾谋面的奴才来为我做主了？我父母双亲俱在，祖母长辈不缺，轮得到你来为我好？东陵，去跟娘亲叫来她的卖身契，包括这几日慢待表小姐的奴才一并发卖了。是，小姐不能够啊，老奴知错了，老奴一把年纪，你卖了老奴，让老奴怎么活呀？老奴的儿子媳妇儿孙子孙女可都在府里当差呢，小姐这么狠，不怕寒了下人们的心吗？哼，你的意思我发卖了你，你这一家子人都会恨我，对不对？简单啊，一并卖了吧。萧天爱发作这个赖嬷嬷也不是毫无缘由，赖嬷嬷是老夫人的人，对沈氏阳奉阴违，没少暗地里使绊子。沈氏初次掌管侯府，不好对付这种老资历的嬷嬷下手，也是老夫人护着，睁只眼闭只眼。只是这个赖嬷嬷的儿子千不该万不该出卖府里的消息，以此赚钱，吃里扒外的下人断不能留下。赖嬷嬷好巧不巧献出这种恶毒的主意来，萧天爱可不傻，真的把亲表姐送进庙里，加上前面一个萧天兰，外人会怎么看她？最少也会落下毒辣的名声来，真当自己是不谙世事的单纯小姐呢？王爷，事情自己解决了，您怎么不大高兴啊？哼，也就你这脑袋瓜子，才会觉得谢志平真的喜欢男人，为此忤逆父亲。肯定是爱出手了，他还是不曾真正依赖我这个做夫君的，怎么跟别家小姐这么不一样呢？他还是不曾真正依赖我这个做夫君的，怎么跟别家小姐这么不一样呢？您的意思是萧小姐从中做了什么呀？不然呢？去找曲中辉、吴启山几位幕僚去书房议事，之前的计划需要改变一下。既然爱解决了一大半，剩下的我要给他做圆满了，让他瞧瞧我这个夫君不比他差。和沈家的婚事刚掀起一点浪花，就给扑下去了。这段日子辛苦大嫂了，一家人不用客气。你不好了，沈家也会受连累。当务之急还是给表妹找一门好的亲事，还得请表嫂做主。
我有个人选，是外地的行商，家中遇到意外，只剩他一个人。不说招赘做女婿，嫁给他也得依附沈家。表嫂和娘亲改天见一面，若是没意见，就先定下来。爱爱从哪里认识的？可靠吗？燕王介绍的，肯定可靠，祖宗18辈都清楚。燕王介绍的，肯定可靠，祖宗18辈都清楚。不过人都没了，孤家寡人一个，不怕他作妖。那就好，王爷介绍的人肯定差不了。楚氏从嫁进沈家就没少这个小姑子的气，现在看她彻底怂了，浑身那个舒坦。一个神潜带而已，萧天爱收拾他跟捏死一只臭虫似的。只是以前不好越俎代庖，早送到他身边，早老实了，有什么稀罕的？你不觉得可惜吗？难道人活着非要娶妻生子啊？就没有别的追求了？萧天爱是很好，起码我见过的女子没有比她更好的了。就是真为她好，我才不想让她毁在我手里，毁在楚家。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用她的话来讲，我们就是蓝颜知己，最可靠最默契的朋友。唉，还是觉得可惜，多好的孩子便宜了外人。哼，谁娶了她不见得就好过，且看着吧。燕王若是一如既往地对她好，两人会是恩爱夫妻。可是一辈子那么长，燕王真的能一辈子对她好吗？但凡燕王做错一步，萧天爱能做出什么事儿来，我都不敢想。你还有心思看热闹，赶紧看书吧。考不了状元，多少人等着看你的热闹呢？该死的科举让我错过了多少热闹。堂姐，你说萧天爱怎么让谢志平松口的，甚至自黑，脸都不要了？我哪知道啊。唉，你怎么就料定是他做的呢？万一是别人呢？后面的事儿是燕王做的，从朝中入手，只有女人才会想出那种损招，从男人下手。你厉害，考完了你慢慢问他吧。好些天没见你，忙什么呢？咱们去夫子庙吧，求个护身符来，保证楚燕高中状元。夏大小姐，别晃了，没看我拿着汤勺吗？你想送给他，他也得领情啊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，做点实际的。看到我在做什么吗？科举3天，吃住都在后房里，考下来人都要废了。我研究一道菜，能让楚燕吃上热乎的饭菜，保证体力，状元更有把握了。就这个吗？我尝一下。别，小心烫，可不敢喝这一层机油，舌头给你烫秃噜皮了。这是大米做的米线，这是花生碎，新鲜的青菜，你看看啊，尝一下。太好吃了，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呢。这是什么呀？大米做的叫米线吧？我试过了，鸡汤能保持1整天的温度，还不容易坏。米线做出来干的，凉水先泡一会儿，软了姜肉酱汁鸡汤，方便又美味。我打听过，号房可以带点炭火烧开水喝，但是炭不可以带太多，之后2天加热一下就可以继续用。让楚燕吃上3天热乎饭菜，完全没问题。好姐妹，你教教我吧，我们要是成了，你可是红娘啊。萧天爱不觉得楚燕会喜欢他，但是实话很伤人，也容易让夏疏影误会，不如由着他去。行吧，你开口了，我哪有不答应的。这个厨娘你带走吧，我指挥都是他在做。明天我去楚家，你准备好了一起去。太谢谢你了，我回家准备去了。堂姐，你觉得这么多东西我能带进去吗？我是去考试，不是去郊游啊。3天呢，吃住都在里面，缺哪一样都不行啊。夫子说了，少吃少喝水，这样才能少去厕所，保持体力，饿不死就行了。那怎么行啊？3场考下来，人不得废了？堂姐以为呢？读书苦，除了苦读圣贤书，还要有一副好身体。弟弟我习武3天而已，撑得住，不用担心我。你不去看看嘟嘟吗？萧天爱那个不靠谱的性子，别把你儿子给带坏了。跟着爱爱能坏到哪里去啊？也就他能治得了那个孩子的脾劲儿，我也清静2天。这能行吗？干饼子就开水，能顶得住吗
3天3夜就吃这么点儿，好人也得饿坏了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堂姐啊，真没事儿，3天不吃饭我也扛得住，谁考试都这么过的。我问过先生了，都这样。夏小姐来了，哎呀，快请进来，让爱爱想想办法。切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能替我考，还是能给我送吃的呀？夏疏影对楚燕说话都结巴，可跟楚氏没有一点障碍。哎呀，这个好，能吃饱，味道好，还不占地方，咱们就带着它了。从后你说行不行啊？不错，那就带着吧。哎呀，太谢谢夏小姐了，不瞒你说，我这几天愁的觉都睡不好呢，你可帮了大忙了。从后要是中了状元，有你的一份功劳。不敢当，姐姐太客气了，能尽点力我就高兴了。夏小姐，真的是你的主意，不是萧天爱的点子？坏了，这家伙又要作妖了。当然是疏影做的，我在一本厨经上看到的，送给他研究。他可是半个月不眠不休，试验了好几次才做出来呢。楚燕，你别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对女孩子家要温柔。哈，瞪着一双眼睛，显摆你眼睛大的吗？你猜的不错，是爱爱的点子，我给抢过来了。我只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，想为你做点事儿，是我错了，我一直这么没有，不敢奢望你楚大才子的。就你聪明，人家一片真心，你非要揭穿，还有成就感吗？感情的事儿哪能较真啊？睁只眼闭只眼不行吗？可我不喜欢他，就不会接受他的好心，给他无谓的奢望，这还是你说的，不喜欢就别耽搁人家。我还说过不爱也别伤害，你怎么不记得？夏疏影哪里不好，对你是真的喜欢，你错过了他一定会后悔的。难不成你真的想孤独终老吗？有何不可？你行，我不管了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哎呀，祖宗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不怎么，起码不想娶妻。小的派了护卫跟上去，小姐别担心。那就好。萧天爱担心夏疏影会因此记恨自己，多少闺蜜就是因为男人反目成仇的。她很珍惜这个朋友，不想失去他。她很珍惜这个朋友，不想失去他。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开心吗？气着了，陪我吃好吃的吧。不开心怎么不来找我？你自己算算，有多少天没见我了？我都没生气呢，你要再这样，什么都自己扛，我可真的生气了。好吧，我错了，下次不管遇到什么都去找你，你不许嫌我烦。我只怕你不来麻烦我。作为夫君，本该为妻子分忧解难，你家夫君我赫赫战神，堂堂燕王，不就是为了给你撑腰的吗？赵无疆，你膨胀了，自卖自夸呢，脸皮真厚。走吧，请你吃烧鸡，陶家铺子的烧鸡很好吃呢，还没请你吃过呢。你说楚燕到底怎么想的？夏疏影那么好，没人都踏破门槛了，主动追她，她就是铁石心肠，也该感动啊。错过疏影，她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姑娘，后悔去吧。真打算孤独终老，一个人过一辈子啊？有何不可？真打算孤独终老，一个人过一辈子啊？有何不可？你说什么？那你还娶我？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女人对我来说，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曾经有高僧说我杀孽太重，没有哪个女子能洗脱我的杀孽。要是有良心，就不要祸害人家姑娘。所以，我只希望大燕国海晏河清，四海平定，没有战乱，百姓安康。我这辈子就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而活着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娶我？不怕害了我吗？又说胡话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找人算过你的八字，福气绵长，还足够硬，不怕我的杀孽，我才放心求娶你的。也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了，朝中也发生不少事情，我想继续走下去，只能回来。娶你是我的私心，感受过快乐的滋味，我嫉妒任何一个能陪着你的男人，想要永远留住这份快乐。哎，
你现在知道我的命并不好，后悔了，我可以放你离开的。哎，你现在知道我的命并不好，后悔了，我可以放你离开的。有点后悔，万一你克我，我命不够硬，岂不是死得很惨？可是退婚的话，对我也不好，谁还敢娶我？哼，好纠结啊！你让我想想。你还真想啊？不是你让我想的吗？你后悔了？小妖精，故意的吧？我的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壁咚，太浪漫了，好刺激啊！不许你后悔，没良心的小东西，我随口说的。你居然真的考虑退婚？皮痒了吗？痒了又怎么样？你要如何？这家伙真的是开窍了，原来接吻的感觉这么美好啊！秦嬷嬷病了好些天了，一直不好，您看能不能请个好点的大夫啊？怎么不早点来禀告？我去看看。之前秦嬷嬷告假，她没在意，请了大夫来看，以为快好了，居然还没好。嬷嬷不让，不想打扰小姐，是奴婢看不下去，才和小姐说的。嬷嬷怎么病得这么重，也不告诉我呀？东陵，拿着我的牌子去叶王府，让他请张院手来。不用了，小姐，使不得，我贱命一条，活到现在知足了。嬷嬷说哪里的话，你才多大年纪，我还等着你做我的陪嫁嬷嬷，到了王府封个女官，帮我管内宅呢。怕是没那个福气。小姐，你真的要嫁给燕王，不好吗？嬷嬷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今日我说的话，小姐听一听，万不可传出去，否则会有杀身之祸。嬷嬷请说，我知道了。早些年宫中有传闻，燕王的母后并非自愿殉葬，当初伺候先皇后的奴才全部殉葬，看似忠心，其实很不对劲儿。太祖皇帝早废除了殉葬制度，大燕几代皇帝从未有如此多的下人殉葬。当然只是传闻，真相如何没人敢说。可是燕王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？皇上心里没有忌惮。小姐，你嫁给他极为凶险，是拿性命在赌呢。我心里有数，嬷嬷不用担心，你家小姐我不是无能之辈，会有办法的。小姐嬷嬷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不是生病，是中毒，对不对？小姐果然聪慧，是中毒，不过是慢性毒，慢慢消耗人的生机，看似重病而亡。谁做的？好大的胆子，我饶不了他。嬷嬷冲出，我帮你要解药去。来不及了，小姐能来看我，我死也瞑目了。肯定有办法的。嬷嬷，你真的舍得离我而去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报仇。不用报仇，小姐忘了陈贵妃送你吃的菜了吗？小姐忘了陈贵妃送你吃的菜了吗？居然是他，当时不是验过毒了吗？嬷嬷明明知道有毒，为什么还要吃啊？宫中多的是害人的法子，无声无息弄死一个人，我都知道好多种办法，查都查不出来。当时我只是怀疑，并不能肯定，不敢让小姐冒险，所以自己以身试毒了。嬷嬷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小姐，你待在燕王身边，还会有无数的明枪暗箭，下毒只是其中一样。你太善良，太单纯，能经住几次，远离是非才是上策。小姐珍重，我不能伺候小姐了，求小姐照顾我的家人陈贵妃。
人呢？都怎么伺候小姐的？小姐，没事了，嬷嬷去了，厚葬了吧？张元首，不好意思，害得你白跑一趟。来人，去拿500两银票来。不用，老夫没看病，不收你的钱。丫头啊，你还好吗？我也没病没灾的，哪里不好了？唉，谁能料到秦嬷嬷走得这么突然，咱们待她不薄，别太难过了。厚葬了，善待她的家人，不枉她跟你一场。我知道了，没事儿，娘亲你去忙吧，我陪她3天，3天就好了。节哀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陈贵妃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其实当年她未出嫁，我就见过她。她那时候很任性，跟我表白，但是她的八字和我不符合，我拒绝了。后来她就进宫了，我以为她已经断了念想，想不到她还执迷不悟。我不是有意瞒你的，从未跟她有什么，是她自己钻牛角尖儿，我也没法子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知道了。怪不得她上次问我八字的事儿，原来还有这一出呢。看来我嫁给你，还沾了八字的光呢。说明咱们有缘，是天作之合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过，万一陈贵妃死了，你会不会伤心啊？逗你呢，陈贵妃可是皇贵妃，仅次于皇后，年轻貌美，哪那么容易死啊？雏燕第1场该考完了，不知道考得怎么样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她吧。好。怎么样，饿不饿啊？家里准备好了饭菜，好好吃一顿。萧天爱想的办法真好用啊！你是不知道，我一吃饭，整条街都是吸溜口水的声音。考官都轮番来看我，对我的米线很感兴趣。这么多年能在考场吃上热乎饭菜的，咱是独一份。你别只顾着夸爱爱呀，这是人家夏小姐做的。你呀，若是害得人家小姐妹生了嫌隙，爱爱该怪你了。夏疏影要是因为这个怪罪天爱，也不配做他的朋友。燕王殿下好啊，你很闲吗？无官无职，闲散王爷，人生也走到顶峰了，没什么值得我追求的，自然闲了。饭菜已经好了，边吃边谈吧。大奶奶，外面好几户人家求见少爷，说是想买什么米线。萧天爱啊，你的米线一举成名了，赶紧想想怎么卖钱吧。鸡汤谁都会熬，只卖米线吧。原材料掌控比自己去辛苦经营店铺更赚钱。表嫂，你操心这件事吧，我没兴致。好吧，你们吃饭，我去应酬。什么米线？是吃的吗？无上美味，改天请燕王殿下尝尝。我连着吃了3天，再好吃也有点腻了。燕王殿下，我和爱单独说2句话，你不会吃醋吧？不用激将，本王相信爱，只有你才会小人之心。爱，我在车上等你。你又闹哪样啊？你很悲伤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萧天爱怔住了，他居然看出来了。他以为自己表现得很正常，燕王都没怀疑。秦嬷嬷死了，我当然悲伤了。你安心考试吧，我没事的。悲伤是一时的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去了呢？他身体一直不错呀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？萧天爱啊，你别瞒着我，我虽然比不上燕王的权力，但是我会全心帮你的。是我疏忽了，以为是寻常的病，等请到太医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很自责。算你有良心，说了句人话。走啦，安抚我家醋坛子去。他不是没吃醋吗？这么小心眼儿，换一个得了。换谁啊？你吗？你更闹心。他还算好哄，要是真的不吃醋，我就该考虑考虑他是不是爱我了。吃醋是好事儿啊，你这个单身狗，不想找媳妇儿的家伙懂什么呀？哎，单身怎么就成狗了？你这话说的太毒了。萧天爱不想让他掺和进来，隐瞒了真相。有这份关心他的心已经足够了。你偷袭我？不可以吗？奖励你的，刚才很有风度，谢谢你信任我。小妖精，
你还知道你是有夫君的人呐？这个楚燕太讨厌了。你要想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你就当楚燕是我家亲戚。他那个人傲慢自大，却很坦荡，不会觊觎人家媳妇儿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让他说话。换做别的男人，腿给他打断了。催催礼部，婚礼的事儿筹备的怎么样了？还有，去寻几个稳重可靠的嬷嬷来，让爱爱挑2个。他的嬷嬷走了，他肯定很难过。王爷，太子的婚事还没办呢，您别着急呀。让你去就去，废什么话？好吧，您是爷，您说了算。王爷，宫中有变。谁出了岔子？陈贵妃娘娘。你说什么？她做了什么？她动用了甲等毒物，属下该死，等死了人才察觉，请王爷责罚。她害了谁？萧小姐身边的嬷嬷，或许是想害了萧小姐的，被她的嬷嬷挡下了。她好大的胆子！传令下去，废了这步棋。传令下去，废了这步棋。可要留下她的性命，看他父亲的面子。是，属下该死，请王爷让属下将功折罪。关于萧小姐的安危，不容一点疏忽。这次事了，你亲自去守护小姐，她有一点不好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属下遵命。萧小姐啊，难得呀，你居然舍得来本宫的地方，还送这么多礼物，本宫怎么觉得你没安好心呢？娘娘这么说，我可伤心了。上次宴席您送我那么多菜，我可是记得您的好呢。礼尚往来，之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儿，多有得罪，借此给娘娘道个歉。现在想想，娘娘是皇上宠妃，我呢会嫁给燕王，咱们也是亲戚了。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犯不着斗得你死我活的，所以来给娘娘服个软，过往的矛盾就算过去了。来给娘娘服个软，过往的矛盾就算过去了。你能这么好？娘娘对我的误会太深了，我一直是很好的呀。整个皇宫的人，你打听一下，有谁不喜欢我的？哦，除了娘娘您。所以啊，我想做个人见人爱的小可爱，以后进宫还请多关照。既然萧小姐说到这个份上，本宫若是不依不饶，倒显得本宫小家子气了。来人，去本宫内串碧玺手串，送给萧小姐。多谢娘娘，就知道娘娘大度，我这一趟也不算白来的。春日正好，咱们逛逛园子吧。都说娘娘的园子是宫里最好的景致，我也见识一下。好啊，请吧，本宫陪着你。好漂亮的芍药花，我还是头次见到这么大的芍药花。娘娘好眼福啊！本宫最喜欢芍药，皇上特地派了花匠专门给我栽种的。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芍药。我家在西北，哪怕锦衣玉食，这些花儿草儿的也不多见。是燕王送给我一盆芍药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花。从那个时候起就爱上了它。萧天爱，你好福气啊，能嫁给他。芍药虽好，可不属于你的就是不属于你。放着大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作死，真的是挺遗憾的。你贪婪皇上的恩宠，又放不下对燕王的爱意，你可曾想过，这么做害死的不仅是你，还有他。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哼，确实挺感人的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害人性命。娘娘，血债血偿，杀人偿命，你不会不懂的吧？我最器重的嬷嬷死了，我很难过。娘娘可要早点准备好，我的嬷嬷等着你过去陪她呢。我的嬷嬷等着你过去陪她呢。哼，一个奴才而已，这么喜欢做烂好人，怎么当好燕王妃呀？赵大哥真是糊涂，娶你这个废物。皇宫戒备森严，你想杀我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命留下，顺便连累你满门。
谋杀宫妃是什么罪名？不用我提醒你的吧？那就不劳娘娘担心了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听说芍药这种花喜欢吃肉的，开得这么艳丽，不知道底下埋了多少尸骨。午夜梦回，娘娘可曾睡得安稳？活人本宫都不怕，还会怕死人吗？鬼也怕恶人，娘娘坏得磊落，可惜了，心肠歹毒的人注定没好下场。告辞了，谢娘娘款待。不到一天，陈贵妃和萧天爱和好的消息传遍了后宫。怎么来这儿接我？怕我吃亏啊？宫中诡谲，你要小心。我能不担心吗？下次记得让我陪着。才不要呢！我们女人说话打麻将，你一个大男人陪着，说话都不尽兴。有太后护着，你家王妃又厉害，他们都讨好我，才不会害我呢。有这么夸自己的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非常对。王妃说什么都对。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！你簪花了？不是不喜欢这些吗？鼻子真灵。去了陈贵妃宫中，芍药开得漂亮，就簪了2朵。还别说，谁见了都夸我呢。陈贵妃，你跟她不是不对付吗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谁都知道我们不对付，我才刚要解开这个梁子呢。以后进宫多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老这么僵着也不好。女人的事儿你不用管。你不需要看谁的面子，没必要委屈自己。你不需要看谁的面子，没必要委屈自己。不委屈啊，陈贵妃已经跟我和好了，几句话的事儿。好了，不说她了，我饿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萧天爱说的越是轻松，燕王心里越是担心，同时也拿不准儿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。送他回府，燕王吩咐下去，加快进度，尽快让皇上厌弃了他，打入冷宫，或者送入皇家安堂。他不能再留了。小姐出来了，楚介元不愧是介元，再次夺冠，以后要称呼他为楚惠元呢。这家伙终于靠谱一回，表嫂该放心了。去跟他说，赛马场给他包场3天，宴请宾客，钱我出。楚惠元好福气呢，您和大姑奶奶都为他操碎了心，他知道了肯定乐坏了。奴婢这就去说。谁说不是呢？我自己亲弟弟，我没这么操心，跟老母亲似的。我学给他听啊，都能想到楚惠元的脸色有多精彩了。萧天爱又进宫了，这是他这段时间第4次进宫，算得上是频繁。照例陪太后说了外面的趣事儿，逗得他眉开眼笑。这次用了午膳，太后午休了才出宫去了。累了，在这儿歇歇脚，去跟兰贵妃说，我请他们来紫竹林打麻将，老在屋子里打多闷啊。是，奴婢去请，只是小姐你自己留在这儿能行吗？没关系的，在宫里我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你要是不放心，请了小太监来我这儿伺候着。那位小公公去给我端点茶水来，麻烦你了。萧天爱在这条小道上徘徊了几遍，随手掰断了一根竹子，拍拍手进了亭子，耐心等着他们来。你倒是会选地方，春风明媚，冷热适宜，心情都舒畅几分。心情舒畅，气色就好，娘娘更显年轻了。那些年轻嫔妃们都该埋怨娘娘不给人家留活路了。小嘴儿真甜，都老成这样了，再怎么也比不上年轻小姑娘。近日看你经常进宫，可是有心事啊？没有啊，不是想多陪陪太后，尽点孝心，也是科举，街上都是人，逛街也麻烦，就进宫来了。说起来，楚王学问很好呢，若不是皇子，也能下场试试呢。可别提他了，正经学问没有，都是些风花雪月的。天下才子这么多，可不敢去丢人。你们小夫妻的，也不说一块儿来。爱爱刚走，你又来了，是不是闹矛盾了？多哄哄，爱爱性子好，温柔细心。你呀，别端着架子。太后多虑了，是爱爱让我来接她，想着多日不见太后，来给您请安。前几天底下进贡的春笋，您还有吗？
你看看，哀家就说肯定惦记哀家的东西呢，果然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呢。还有一筐呢，都给你去哄媳妇儿吧，难得你开窍，只要你们过得好，哀家就对得起你母后，将来也能放心去见她了。太后还年轻呢，说这些还尚早呢。低头喝茶，掩饰住嘴角冰冷的笑意。萧小姐说在紫竹林陪娘娘们打麻将呢，燕王殿下多陪太后说说话，不着急。萧小姐还说老是让太后赏赐东西，心里过意不去，让殿下替她补偿一二，其债夫偿嘛。婷婷多会说话，这丫头太对哀家的心意了。江儿，你可是找了个好王妃呢。燕王殿下，请留步。陈贵妃娘娘，找本王有事儿，长话短说，孤男寡女，请娘娘自重，莫要误人误己。误人误己。万一被人看到了，皇上能饶了王爷才怪。陈贵妃疯了不成？好，长话短说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可曾爱过我？我的老天，娘娘活腻了，是要给皇上戴绿帽子吗？他现在离开还晚不晚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可曾爱过我？陈贵妃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没别的事儿，本王告辞了。你敢走，我就把你的事儿全部告诉皇上。你想死，本王成全你就是了。能死在你的手里，我也无憾。周无疆，你动手啊！你想死可以，就不想想你冯家满门。早知你如此任性妄为，本王也不会让你进宫。别来挑战本王的底线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是啊，我嫁给一个比我父亲还要大的老头子，看似宠爱无限，谁知道我心里的苦楚。我脏了，你连碰一下都嫌弃。可是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谁？我只恨我太天真，早该知道男人绝情起来能有多狠。早在我进宫之前，你就给我喂了绝子汤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些年才不会有孩子。你怕我会变心，站在皇上那边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当初进宫做内应是你自愿的，现在又来纠缠于我，生怕咱们死得不够惨的吗？那是因为我爱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儿。可是现在有人告诉我，我做的一切牺牲无非是自我感动，你根本不会在乎，甚至会在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掉。原来我不相信你答应过我，大事成功会有我一席之地，妥善安置。可是你刚才对我动了杀心，你想要我死。本王承诺过的自然会做到，可前提是你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你动用我给你的东西，想杀我的王妃，我杀不得你吗？这次是他的嬷嬷替他挡了一劫，我不会容许有下一次的。哼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爱上萧天爱了，所以我才嫉妒，因为我以为你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，你的心里有更重要的东西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他凭什么轻易就能得到？只可惜赵无疆，你被他骗了。你真当他是单纯无害的小白兔吗？哼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，用不着你管。本王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，你好自为之。若是想冯家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，你大可以继续封。萧天爱什么都知道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他知道我爱你，知道我是你安排的内应，更知道你给我下了药，害我无子，甚至知道他的嬷嬷是我害死的。他还跟我说，
他会杀了我，亲手报仇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能杀得了我。所以赵无疆，你应该感谢我才是。看看我发现了你心爱之人的真面目，算不算大功一件呢？我们的事儿无需你操心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娘娘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被人看到了不好。我已经这样了，我的人生全毁了，再不好又能差到哪里去？奴婢给您整理一下，您多走走散散心吧。萧小姐真大方，谁去伺候打赏最低10两银子，我月例才2两呢。哎，谁说不是嘛？不愧是首富的外孙女儿，格局就是不一样啊。燕王殿下娶了她可不亏啊，两人强强联手，天作之合呢。哎，赶紧跟大家伙交代一声，嘴巴甜点儿，萧小姐一高兴都是50两的打赏呢。她人还好，又温柔又漂亮，一点也不傲慢，从不会瞧不起咱们这些阉人。你们说什么呢？萧天爱在哪里？启禀陈贵妃娘娘，萧小姐在紫竹林和几位娘娘打牌呢，说是宫门落了锁才会出宫。哼，她倒是不见外，真的把皇宫当她家了，还没嫁进门呢，就以燕王妃自居，忒不要脸了。去紫竹林，本宫倒要看看她有多猖狂。紫竹林那边已经吸引了好几位嫔妃过来凑热闹。王爷先回避，等我半个时辰，我再打4圈，咱们就走啊。哎呀，萧小姐，你如此痴迷麻将，不怕王爷嫌弃你？这是娶回家一个麻将王妃呀。没关系，爱爱高兴就好，我等你，你慢慢玩。银子够不够啊？我带了一些。还真不多了，给我吧。萧小姐，真羡慕你，燕王对你多好呀，跟咱们说说你怎么哄的燕王如此服服帖帖，英雄情长，真让咱们佩服呀。姐姐们取笑了，不用哄，燕王喜欢我做什么都是好的，他若是不喜欢我什么都不做也能挑出毛病来，呼吸都是错，我只是福气好被燕王喜欢而已。哼，好一个福气好，萧小姐还真是大言不惭呢。参见陈贵妃娘娘。起来吧，本宫打扰诸位了，继续玩，不用管我。陈贵妃一起玩吧，难得这么好的春日，不享受春光，错过了可就没有了。春日年年有，都那样，有什么好享受的？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文人那股子伤春悲秋了，也不嫌矫情。娘娘说的是，我俗人一个，哪有娘娘您高雅尊贵？矫情就矫情吧，女人呐，谁还没有矫情的时候呀？哎呀，娘娘仔细脚下，这里的路不平，小心摔倒了。话音一落，宫女惊呼一声，突然摔倒，陈贵妃冷不防也摔倒在路边。好巧不巧，一根拇指粗细的紫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折断，陈贵妃恰好摔在紫竹上，上半身直直的倒在上面，惊呼一声，随即戛然而止。哎呀，快把人扶起来呀！一个个愣着干嘛呀？天哪，快去找御医，陈贵妃她不好了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快请御医啊！都别动，去请皇后皇上，出大事了！萧天爱站得比较远，眼底冰冷，随即惊恐喊了一声，软趴趴晕倒在地上。小姐，快来人啊！我家小姐晕倒了！怕是被吓着了。奴婢看了一眼，险些晕过去。小姐娇滴滴的人儿，哪见过这么可怕的一幕？晕倒了也好，不会被吓着。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如此慌张？陈贵妃娘娘她怕是不好了，紫竹扎在脖子上，凶多吉少。燕王松口气，不是爱爱就好。你忙你的吧，我看看我家王妃。萧小姐离得近，吓得昏倒了。王爷，小姐吓晕了，怎么办啊？取本王的披风，别让她着凉。咱们暂时不能走，等皇兄来，他睡一会儿也好。贵妃娘娘没救了，这样的伤势神仙难救，竹子戳中气管，致命伤。看来是意外啊，只能怪她倒霉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
快叫人呐！不计一切代价！皇后娘娘，臣等无能，陈贵妃已经薨逝了，娘娘节哀。什么？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你们都没救过，怎么知道救不活了？呼吸都没了，神仙难救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是他自己摔倒的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谁都可以作证。皇后娘娘，确实如此，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儿。陈妹妹可惜了，一切由皇上定夺，本宫也做不了主，此事干系太大。皇上驾到，太后娘娘驾到。谁来告诉朕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朕的爱妃惨死在后宫之中，必须给朕一个交代。事已至此，皇上节哀，让人仔细查查。皇后，你来负责此事。臣妾问过了，像是意外，众目睽睽，不可能是谋杀。最高明的暗杀就是制造意外，凶手就可能逍遥法外。着督察院、刑部、大理寺仔细调查审问。今日爱妃能意外死亡，明日是不是轮到朕了呢？所有人都不得离开，接受审讯。九弟，你怎么也在啊？皇兄，臣弟是来接王妃的，当时并不在场，不知道发生什么。爱被吓着了，昏过去了，恕臣弟无礼了。请萧小姐告诉卑职，当时你站在何处？就在亭子底下，就是那里。陈贵妃斜对面，离有3-4米远，任谁都不会联想到她。吓死个人了！我刚和陈贵妃和好，还邀请她一起打麻将呢。娘娘，你死得好惨啊！邵大人，要是真的被人害了，你可一定要查出凶手，为娘娘昭雪。分内之事，萧小姐节哀。你是娘娘的身边人，娘娘生平跟谁有仇？可会常来紫竹林？平日里的习惯都事无巨细，一一交代。带她去屋里，我亲自审问。华章宫别的奴才也都审一遍。刚才娘娘和燕王说的那些话，他听得清清楚楚。朝廷的手段他很清楚，一样样的刑罚能让你祖宗18代都交代清楚。他怕自己扛不住，迷糊之间把燕王也给牵扯进来。娘娘，奴婢该死，害了娘娘，奴婢累陪你了。娘娘，奴婢该死，害了娘娘，奴婢累陪你了。怎么不看好他呀？他知道的最多，这可怎么破案啊？倒是个忠心的，可惜了，他只是想杀了陈贵妃，给秦嬷嬷报仇，没想过连累别人。这个宫女算不算是他害的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他为什么要死啊？护主不立，本就免不了一死。别说是他，天子一怒，血流嫖虏真的牵连起来，在场所有的奴才都得死。现在死了，还能落个全尸，留个忠心的名声，家里人不受牵连。哎，你是不是吓着了？我带你走吧。好，怎么走？我好怕。现在不用演，她都是柔弱又无助的小白莲。王妃肯定吓着了，本王要带她走，邵大人可否行个方便？你们可以走，但是没有结案之前，不得离开洛城。本王明白，告辞。你的身子骨能生病？不会是心病吧？不管什么病，一只烧鸡吃下去都能好一半，唯有美食美酒最能解忧。酒呢？有肉无酒，你可真小气。我来看病人，带着2坛子酒，侯夫人不把我打出去才怪啊！你府里就没有酒吗？去我爹库房找出他珍藏的好酒来，让天落天方来陪楚会员，先罚3杯。为什么呀？2月15你去哪儿了？当我不知道啊？亲姐，我喝还不行吗？他跟朋友乔乔去花楼开眼，不过没留宿，就是见识一下。他姐居然知道了。楚燕陪着喝了几碗，2个倒霉弟弟歪在地上睡了过去。说说吧，什么事能难住你啊？你家燕王都不管用了？
如果因为我的原因死了一条无辜的性命，换作是你该怎么办？陈贵妃是你杀的？他害死了秦嬷嬷，我杀他报仇，念头通畅。只是我只想要他死，没有让别人也死啊。你太善良了，那个宫女就算她不自尽，之后也会死的，跟你无关。她之后怎么死我不关心，可是她死在我的面前，那么决绝，我就过意不去了，总感觉是我害了她。你呀，怎么会这么想呢？钻牛角尖了不是？我说什么你自己想不开也没用啊。事已至此，不如多补偿他的家人，总比闷在家里自己跟自己较劲儿要强吧。我也不只是较劲儿，督察院正调查呢，低调些没坏处，无缘无故补偿他的家人，万一被人怀疑怎么办？你不是跟陈贵妃和好了吗？感念宫女训主也是缅怀陈贵妃，照顾她的家人，更显得你心软善良，谁敢怀疑你啊？也是啊，看不出来你劝人还挺有一套的。就这么办，外面对陈贵妃的死都是什么看法呀？能怎么看呀？后宫的嫔妃而已，死就死了，又不牵扯朝政，不是刺杀谋杀的意外而已。不过听说云州布政使陈贵妃的父亲会亲自来见女儿最后一面，皇上震怒，也是怕寒了冯仑的心，不好交代。冯仑为官多年，封疆大吏，他会相信自己的女儿真的是死于意外吗？他要是不闹事儿，这件事儿就过去了，非要揪出一个凶手来，皇上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啊。他要是不闹事儿，这件事儿就过去了，非要揪出一个凶手来，皇上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啊。这样啊，这个冯仑很厉害吗？比韩宰府尚书都厉害？很厉害，武将出身，弃武从文，应试科举考试，一步步走到了布政使司的位置。今年刚刚43岁，文臣武将都吃得开，你说厉不厉害？云州紧挨西北，荒凉落后，他接手之后，开拓良田，训练士兵，自己解决了1/3的粮草，训练出了无数精兵强将，对朝廷贡献巨大。若不是燕王受伤，冠军侯威望不够，需要老臣坐镇，兵部尚书的位置，皇上早给他留好了。难怪陈贵妃这么受宠，何止是因为他爹牛掰呀？不过萧天爱不后悔弄死了他。你也不用怕，有燕王在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本来也不关我的事，他凭什么针对我？没道理啊，不能因为他死了女儿就乱咬人吧。防患于未然，证据不代表一切。他若是觉得你有嫌疑，想弄死你，不需要理由的。站在他这个位置，很多时候不需要讲道理。我晓得，躲着他们家就是了。真该让燕王看看你此时的样子，能给人吓跑了。所以眼睛看不到还是有点好处的，起码我不用随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啊。陈贵妃的死最终被定义为意外，停灵14天，按照皇贵妃的规格葬入皇陵，所有的命妇都需要去吊唁。萧天爱也不再称病，和沈氏一起进宫吊唁。萧小姐也来吊唁啊，听说你病了，好点了吗？谢公主关心，好些了，受了些惊吓，喝了安神的汤药，休息几天，没大碍了。哦，受了惊吓，萧小姐这么胆小的吗？不会是做了亏心事，良心不安吧？她有病啊，非要跟自己过不去的吗？公主这话是何意？我眼睁睁看着陈贵妃死在面前，换作是谁都要吓得够呛。难不成公主心硬如铁，视人命如草芥？熟悉的人死了，能跟没事人一样吗？或许是我太脆弱了，我做不到。既然公主不喜欢我，我也不留下人讨人嫌了。娘亲，咱们去跟皇后娘娘告辞，回府了。原本想多陪陈贵妃一程的，只能作罢。哎，可别哭了，仔细眼睛，这些天夜里都会从噩梦中惊醒。我可怜的女儿长这么大，一点血都没见过，陡然看到那么可怕的事情，刚刚才好一些。别放在心里，不知感恩的东西。当年
若不是燕王力排众议，她都要去和亲了呢，哪能嫁给冠军侯这样的少年英雄？还有这种事儿，我还是头一次听到。娘亲不用担心，我只当疯狗乱吠，能跟他对着骂呀。看来燕王这个女婿您挺满意啊？自然满意了，就是怕他太强势，你这么娇弱，怎么受得住啊？燕王殿下好啊。见过岳母，爱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有劳燕王惦记了。原本想多留一会儿，只是玉薇公主不大待见我们，这不，早点回府。殿下忙你的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娘亲，公主也是无心，别拿这点小事跟她说。燕王，你别跟公主过不去，我没事的，以和为贵，传出去都显得我小家子气了。爱不用管，我有分寸的，不会影响到你。岳母慢走，先得了些绸缎料子，您给爱做几件春装，改日我再过府探望。库房里料子多着呢，不用老是送，明年都穿不完。我们走了，你慢着点儿。走，咱们也吊唁陈贵妃去。许知安默默为公主点蜡，惹谁不好，非要惹自家王妃。满洛城谁不知道，王妃是自家王爷的心尖肉。他本想留着陈贵妃一命的，可惜呀，他居然以这种方式死了。他也调查过现场，没有发现，但是直觉跟萧天爱有关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他能无声无息弄死陈贵妃，是他的本事。他越是厉害，能自保，燕王更加放心。以后谁想害他，也不会轻易得手。见过皇叔，您找我来有何吩咐？雨薇，你对我的王妃有意见？皇叔，是不是萧小姐说什么了？哪轮到我有意见？只是意见不合，争执几句而已，犯得上您亲自为她出头吗？你错了，她是我的王妃，我的妻子，不管因为什么不和，你对她不敬，就是对我不敬。不说她是你的长辈，她性格最好，从不与人结怨。她对你的意见从哪儿来的？跟我说实话，我问你就是帮你，你若是不肯说，别怪我不顾念叔侄情分。您真被他骗了，他分明是虚伪狡诈，最会演戏了，装的人畜无害，其实满肚子坏水。我就是看不惯他。皇叔，您的王妃应该是端庄贤淑，大方尊贵，她也配。店里的菩萨够端庄，我娶回来镇宅的吗？别只看表面，爱是有小心思，却不代表他是坏人。你看不惯，不跟他玩就是了，针对他就是你的错了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去吧，都嫁人了，别跟小姑娘一般任性，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好吧，那我告退了。想不到皇叔喜欢这样的，太奇怪了。燕王哭笑不得，合着大家都以为自己娶个古板寡言的才合适吗？两个人整天对着相顾无言，当雕塑的吗？那种人生想想都可怕。还是爱爱好，想起他，燕王的心就满是温馨，烦恼都去了一半。夫人节哀，贵妃娘娘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满朝悲痛，孤也很意外。父皇甚至停朝5日，缅怀贵妃，真乃汉室，红颜薄命啊！皇恩浩荡，臣惶恐小女能得皇上如此厚爱，死而无憾了。臣能去先看看贵妃吗？自然可以，灵堂安置在华章宫，夫人先请，保重身体。贵妃在天之灵，也不愿看到您如此悲痛。女儿啊，你让娘可怎么活呀？福伦也是眼眶通红，不过到底是男人，还能忍得住。问起陈贵妃的死因，皇上让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都调查了一遍，确实是意外，只能说太巧了。冯大人若是还有疑惑，可以再查一遍。多谢皇后娘娘，臣没齿难忘。无妨，都是为人父母，本宫也理解。需要什么去找太子，他会帮你的。老夫年轻的时候也做过一线之主，断过不少案子。这个案子
邵大人有何看法呀？就当是闲暇探讨，老夫没有怀疑邵大人的意思。冯大人太客气了，莫缺后进，不敢当。在下是真的没查出什么人为的痕迹，当然在下也有疏忽之处，让那个宫女自尽，她肯定知道什么，否则不会那么干脆赴死的。冯大人要是想继续查下去，在下乐意奉陪。我女儿死了，谁是受益者？没有人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后宫格局已定，陈贵妃虽然前些日子被皇上冷落一些，却也没有到了失宠的地步。兰贵妃有楚王傍身，温和大度，地位一直在她之上，所以陈贵妃的存在没有威胁任何人。他们说我女儿最近心情不好，可知道是因为何事吗？女人嘛，心情不好很寻常，只有贵妃娘娘自己知道吧。还请邵大人如实告知。冯大人，在下以为还是不要继续查下去的好。贵妃娘娘什么性子您应该清楚，只有她欺负人的份儿，没有谁给她弃手。这些年在后宫也是享尽荣宠，皇后都让着3分。不过呢，皇上毕竟年迈，国事繁重，比不上寻常人家的丈夫体贴关爱，或许娘娘想要的更多，失了分寸，对您家并非好事儿。多谢邵大人了，后生可畏啊，老夫欠你一个人情。大人客气，节哀顺变啊。华章宫的奴才是交代出一些东西来，陈贵妃居然对燕王有着不一般的感情。自从燕王定了亲，她就没有高兴过，每次见了燕王妃都要摔了东西责罚下人，不是嫉妒是什么？可这样的话不能说出去，皇上脸面往哪放？甚至有侍卫看到过出事之前陈贵妃见过燕王，这里面的事情就大了。宫中没有秘密，这一出景佑帝或许也是知道的，只是没说破。自己的妃子和兄弟有暧昧，堪称皇家丑闻了。查出什么没有？女儿眼看就要发丧了，就让她不明不白的走了吗？不能再查了，当初就不该送她进宫。原本以为凭着咱家的地位，皇上不会冷落了她，这些年也确实如此。只是咱们忽略了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些，险些酿出大祸来。就此发丧，到此为止了。老爷，你倒是跟我说，他到底是做了什么？死了都不能提。我相信女儿不会那么糊涂，他都走了，还不能清清白白的。老爷，你忍心吗？有人见过，出事前他和燕王刚见过面，之后去找了燕王妃，刚见面就出了意外。你说咱们怎么查呀？现在所有人闭口不提，就是给皇上面子。一旦揭开这张遮羞布，女儿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燕王，当年他就喜欢人家，没想到到了现在还没有放下。老爷，你说燕王妃知道吗？他会不会为了保住燕王，除掉这个隐患？不能够吧？都说燕王妃娇柔温和，不是心狠手辣之人啊。哼，老爷不了解女人，不管多温柔的女人，面对情敌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咱们查查这个燕王妃，我直觉她很可疑。好吧，丧事继续，我派人去查查。燕王那边就不要去拜访了，免得牵连咱们家。咱们这位皇上对燕王的忌惮已经刻入骨髓，别出逆鳞的好。燕王多好的人呐，当年若是能嫁给他，该多好啊！哎呀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燕王是好，却不是玉容能消受的。这么一讲，我倒挺好奇，这个燕王妃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得了燕王的眼呀？赶明儿我会会他，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狐妹子。萧天爱不知道冯仑夫妻俩脑回路这么奇葩，这都能绕到自己身上来。原本平静下来的局面又要起波澜，人死如灯灭，一切恩怨消。
葬礼极为隆重，仅次于皇后的规格，满城的命妇勋贵都要来送一程。九弟啊，你说朕哪天驾崩了，会不会也是这样？躺在一方棺材里，送入皇陵，一身功过由后人评说。陈贵妃是宫中死的位分最高的一个，皇宫许久没有过大丧了，让朕想起了父皇。皇兄多虑了，陈贵妃有此恩宠，不枉此生。您春秋正盛，100年还早，无需伤感。皇兄英明神武，大燕国力强盛，四海升平，后人肯定一片赞誉，不输先皇。不愧是父皇最宠爱的小儿子，谁都不知道景佑帝心底对他除了忌惮，还有深深的嫉妒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了坐稳皇位付出多少，到了现在还有朝臣质疑他的能力，私底下说他比不上燕王，他心里怎么会痛快呢？回吧，你帮朕招待冯爱卿，发生这样的事他心里不好受，多开解他一下。朕记得当年他还和你并肩作战，交情匪浅。还是在皇兄继位之前，有8年了呢。皇兄不说，臣弟都忘了。因为跟我并肩作战的人太多了，打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需要举国之力，还有信任的袍泽，缺一不可。冯大人的能力更多是治理地方，军事才能是有，不过比起真正的将领，缺少了一股子悍勇之气，更适合做谋臣。皇兄知人善用，他做布政使，主管一州，做的就很好啊。哎呀，九弟呀，你眼光也不差，跟朕所想啊不谋而合。为帝王者最大的本事就是识人善用，平衡之道。皇兄高见，臣弟佩服。萧天爱那边送走了陈贵妃，去和冯夫人告辞，打道回府。夫人节哀，理应是臣妾给夫人行礼的，侯夫人亲自来看臣妾，失礼之处请见谅。冯夫人无需这般，都是为人父母，我能理解你的痛苦。歌星挽肉一般，夫人也要保重身体。贵妃娘娘在天之灵，才能安心啊。你说的对，我会注意。我能跟萧小姐单独说几句话吗？萧小姐，坐吧。我听奴才说了，贵妃生前对你多有得罪，我这当母亲的没有教导好她，给你道个歉。夫人说哪里的话，算不得得罪，女人之间拌拌嘴。贵妃意外走了，我也很难过，还大病了一场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跟她道歉，是我年纪小，爱出风头，做事不够圆滑，惹得娘娘不快。我这心里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呢。是我年纪小，爱出风头，做事不够圆滑，惹得娘娘不快。我这心里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呢。是吗？萧小姐可否说说，跟我女儿怎么个不对付？夫人想听我就说说了。我家外祖父沈家总有些稀罕首饰料子新鲜玩意儿，以前年纪小不懂避讳，冲撞了贵妃娘娘，还不肯服软，一来二去的就有了些不快。我要知道娘娘红颜薄命，说什么也会低个头，心里也好受些。还未恭喜萧小姐嫁个好夫君，燕王可是战神大英雄呢，多少女孩子想要嫁给他呢。萧小姐好福气。萧天爱礼貌一笑，不接这个话题。夫人好好休息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送送萧小姐，慢走。老爷夫人，有人送到门房，放下就走，说是里面有老爷想要的东西。打开验下，我看看。是。好大的胆子，差点被他骗了。被谁骗了？谁写来的？我说那个小妖精手段高，心机沉，果然如此。肯定是他收买了宫女，是他害了我的玉容，要不然他凭什么给他家人那么多钱？不行，我找他去，
我的玉容不能白死了。你别去啊，交给我来办，一定让他血债血偿，为咱们女儿偿命。萧小姐好，我们老爷请小姐一叙，还请小姐赏脸。你是谁家的人？冯家的，陈贵妃的娘家人，云州布政使冯大人。大陆吧。哼，他真的敢在天子脚下害了自己一个侯府嫡女，未来的燕王妃吗？东梁，你在外面等我。小姐，没事儿，别担心。冯大人一方封疆大使，不会跟我一介闺中小姐过不去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冯大人？萧小姐请坐，有些事情跟小姐求证一番，怎么敢对小姐不利呢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萧小姐莫不是心虚了？大人想要问什么？小女子知无不言，无需用这种方式来吓唬人，未免有些以大欺小，有损你的风度。伶牙俐齿，我就想知道我女儿到底怎么死的。意外而死，多少人调查过了，冯大人不信可以继续查，犯不着来问我，难不成你在怀疑我？真是好笑，我跟你女儿不对付，可也没有到生死仇敌的地步，犯不着杀她，为自己树立大敌。因为你知道玉容喜欢燕王，而你是未来的燕王妃，为了自己的夫君除掉这个隐患，你有足够的动机。为了自己的夫君除掉这个隐患，你有足够的动机。冯大人，要点脸！出嫁的女儿惦记自家小叔子，你好意思说，我还不好意思听呢。今日的话，我看在陈贵妃一个死人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再有下次，你想想后果，传出去是你冯家倒霉，还是燕王府倒霉？皇上会不会把他从皇陵里挖出来，扔到乱葬岗喂了野狗？放肆！原本我还有一丝怀疑，不信你一个小姑娘能做出这种事儿来，现在看来还真没冤枉你。玉容的死肯定是你做的。哼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没证据，冯大人，你动我一根头发试试。我萧家好歹是侯爵，由不得你来欺辱。证据？好啊，我就给你证据。你送给死去的宫女一大笔安家费，但我查不出来吗？分明是你收买了她，她才畏罪自杀的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冯大人是以己夺人了，我要说是做善事，估计你是不信的吧？你当老夫是傻子吗？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的。说真话总是没人信。你说我收买他，为何不在之前给钱，而在事情发生之后才给他家钱呢？你们不把下人当人看，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，我却不忍心看他无辜惨死。他自尽为的是保护谁？陈贵妃暗恋燕王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陈贵妃死了也得被皇上鞭尸，他自己也不好过，所以才会决绝赴死。更别说我亲眼看到他死。我这个人心软，见不得惨事，感念他的忠心，才想着帮他家人，只是感念他的忠义。冯大人看什么都习惯性的阴谋论，你若是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萧天爱目光坦荡，冯仑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冯大人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告辞了。慢着，冯大人还有何指教？传闻萧小姐娇弱温柔，娇花一般，这副样子可没有一点娇花的样子呀。既然小姐心善，不如好人做到底，保住那一家人。我要知道我女儿到底怎么死的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那家人的忌日。我从不信什么巧合，越是巧合的事儿，越是精心策划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肯定跟你有关。萧小姐，这几条人命可就在你一念之间了。冯大人啊，真不知道你这布政使是怎么当的。你杀的人，我为什么会在乎啊？何况还是你们家的奴才。
如此忠心，落得灭门的下场，毁的只是你们自家根基，跟我何干？哼，你以为我一时不忍补偿那个宫女，就会剩不到为她一家子人负责的吗？你可高看我了，我没那么伟大。你可高看我了，我没那么伟大。这就像是别的地方遭了灾害，死了多少人，我听听就算了，同情一番。但是让我当做自己的责任，还要人家皇帝干什么呀？有本事你把人抓来，亲自弄死在我面前，或许我还有几分恻隐。这么不痛不痒的几句话，哼，我只是同情那个可怜的宫女，一腔忠心最终是错付了。当然，我能理解冯大人一片慈父心，不管自家孩子多差劲儿，在爹娘眼里都是最好的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萧家也不是你冯大人随便欺负的。人死如灯灭，看在你痛失爱女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再有下一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刚要离开，门被打开了，燕王陈肃冷凝的脸出现在门外。参见燕王殿下。哎，你没事吗？让你这个老梆子吓唬我，老娘靠山来了，坑不死你。王爷，我好怕，幸好你来了，否则今天我都走不出这个门。这位冯大人强行把我带来，非要逼着我承认我害了陈贵妃，我都吓死了。王爷，你可要帮我做主啊！哼，女人呐，最会演戏了。冯大人，你怎么说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下官只是有点事儿，问问萧小姐，冒昧请来，多有打扰，给萧小姐赔罪了，还请小姐见谅。冯大人说的轻巧，我待字闺中，哪怕定了亲，也不能随便越界外男。你在大街上把我请来，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？王爷要是误会我举止不检点，我上哪儿哭去？死都说不清啊！哎呀，怎么会啊？老夫一大把年纪了。皇上比你年纪还大，不是娶了你的女儿吗？一树梨花压海棠，在你们这些当官的老头子眼里，不是雅事吗？冯大人忠心皇上，这是欺负我们王爷没了兵权，瞎了眼睛，成了没牙的老虎了吗？王爷，我嫁给你，咱们就是休戚与共，他如此轻视我，就是看不起王爷你呢。咱们进宫找皇上要个说法，让世人评评理，你为了大燕牺牲多少？他们都把你当废物来欺负了吗？你能忍下这口气，我还忍不下呢。萧小姐，万万使不得，老夫可以发誓，真没有冒犯小姐的意思。哼，我也可以发誓，真的没害你女儿，你会信吗？也不知道谁嚼舌头，我和陈贵妃已经冰释前嫌了，人命关天都能把我扯上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皇上误会了我岂不是百口莫辩？燕王明鉴，你家王妃胡闹，殿下肯定是明理的，不会由着她。王爷，你说不闹我就忍了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怕的是别人小瞧了你，欺负了你。别人不心疼你吃的苦，我心疼。是啊，谁曾心疼过他？冯大人，我不管你为什么会怀疑我的王妃，今日之事是你太过分了。我虽然瞎了眼，还是能护着自家王妃，由不得谁说怀疑就能来欺负她。咱们进宫面圣吧，咱们进宫面圣吧。冯龙鸾难以置信地看着燕王，让萧天爱很是意外。难不成他还以为燕王会站在他那边，不管自己这个未婚妻的吗？他女儿觊觎自家夫君也就算了，难不成他也把自己当燕王老丈人了？联想到当年燕王还和陈贵妃合过八字，心中多了些明悟。冯大人，请吧。你有疑惑，大可来找本王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打扰我的王妃，你可懂？下官知错，求燕王妃宽恕啊！冯大人请起，不敢当如此大礼。念你痛失爱女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不过我要知道，你从哪儿知道我补偿宫女的家人，请如实告知。你补偿他家人？为什么？他如此忠烈，惨死在我面前，我心中不忍，总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事的。他死了，
只能补偿他家人，让他死也瞑目，求个心安。冯大人却怀疑我事先收买了他，让他害死了陈贵妃。不说我跟陈贵妃没有生死仇怨，犯不着害死他，就说他是陈贵妃最忠心的人，想收买也得收买得了啊！哎，老话说的不假，好人难当，好戏没好报啊！哎，老话说的不假，好人难当，好戏没好报啊！是下官小人之心了，萧小姐见谅。昨晚上有人送到我家门房，下官并不清楚是谁送来的。冯大人也是做了多年布政使的人，如此简单的挑唆都能上当，太让我失望了。陈贵妃的死到此为止，若是让我知道你再有一点异动，别怪本王翻脸。王妃被你打扰，受了惊吓，你亲自登门送了厚礼赔罪吧。我不想听到任何非议王妃的言辞。下官明白，谢王爷宽容。走吧，想去哪儿？我陪你去吧。我闲逛的，在家里闷了，你不忙了吗？我闲散王爷一个，有什么忙的呀？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逛街我都陪你。不过有人陪也不错，干脆出城去了赛马场。